价都上涨了，为什么都关门了呢？星星之店为什么关门了呢？1家、2家、3家、4家、5家、6家、7家，看啊，曲轴3街这么一段路啊，7家今天关门。最近啊，跑路的料商呢越来越多，水贝、山东、长沙都有人中招，全国每天都有料商悄悄消失，只是没被曝光而已。开始的时候是深圳水贝爆雷，后来长沙接着爆雷，这2天郑州也爆雷了。黄金料商跑路的跑路，像我们这些一线的，那黄金吧你不收，客户送到你门口；你收吧，你又没地方可出。如果有一天黄金没人要了，没人收了，你们还卖黄金吗？1万块的金条卖出去可能只有7000，5000块买回来的金戒指卖的时候也许只值2000。大家都觉得黄金是保值的，但为什么我们老百姓买的黄金就不保值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最近中国黄金市场出现了极其诡异的现象，尽管呢国际金价一路飙升，中国的黄金零售行业呢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。兄弟们，金价疯涨，周大福却在疯狂关店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2025年金价跟坐了火箭一样啊，截止到10月，蹭涨了50%，创下1979年以来的最大涨幅。可是周大福倒好，一年净关905家门店，算下来每天要关2.5家门店。这金价涨得都这样了，这门店咋还垮成这样呢？有新闻报道显示呢，周大福在2021年至2024年间门店数量一路扩张。从4452家增至了7407家，但是呢，在2025年却出现了大逆转，锐减至了6501家。截止到今年的9月底呢，公司在内地的零售点呢仅为6041家，较3月底呢再减少了603家。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，其多年来的扩张策略已经开始收缩了。其他珠宝品牌同样也是难逃困局。周大生截止到9月底，共有4675家终端门店，较去年的同期呢减少了560家。那在这其中呢，加盟店减少了380家，属于关店主力。周生生的上半年在内地净减了74家门店，主品牌周生生减少了62家。就六福半年间关闭了280家加盟店，六福的集团全球店铺呢总数为3113家，季内就净减了49家。这其中呢，内地市场减少了有51家。我们从理论上讲呀，金价上涨，金店应该是越卖越好，可现实却是恰恰相反。如今行业掀起了关店潮，一个接一个的品牌在缩减网点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黄金涨价等于金件赚钱的逻辑早已经失灵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黄金的核心卖点变了，买金人的心态也变了。那黄金呢，其实从商朝就被发现了。过去呢，因为稀有、耐久、颜色亮，被当作是光明的象征。后来电灯普及了，那光明也不稀奇了嘛。而且染色技术进一步的成熟，黄颜色也不是独一份了。那现在黄金主要其实就是靠稳定保值和虚荣属性撑着。那前者呢是投资者眼里的定心丸，后者呢是消费者眼里的面子货。但是需求再刚需，也有个价格天花板。金价涨到客价1200元的时候，普通消费者就会觉得太贵了，不划算，除非是必要啊，要么就不买了。另外呢，结婚的刚需群体如今也在被迫精打细算了，金价节节攀升，让很多新人不得不放弃了厚重的传统款式，该买更轻更小的戒指，甚至呢，干脆换成性价比更高的品牌或者是工艺的系列，只为在仪式感和预算之间来找到平衡。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的中国黄金消费量整体下滑。这原因呢，其实并不复杂，金价涨得太快，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速。那么我们简单点来说呢，就是真的是买不起了。原本该结婚的推迟购买，该换新的继续观望，市场自然也就冷了下来。另外呢，就像这波关店潮呈现出了明显的区域与模式的特征，撤店主要集中于3、4线城市的加盟店，而非1线的商圈。周大生的数据显示呢，3、4线城市的金店数量同比减少了441家，成为了退潮的重灾区。这也反映出了消费疲软、加盟压力加剧与中低端市场需求萎缩的多重结构性的问题。那最惨的呢，其实是那些的加盟商，金价暴涨，他们反而是不敢囤货，因为一旦高位接盘，价格回落就可能直接亏本，
结果就是货不敢进，钱进不来，现金流被掐断，生意陷入了停滞。现在最要命的不是金价的暴跌，而是你想去卖，却发现根本没人买。就在这几天，好多金店直接关门了，不收黄金了。为啥？是因为他们的上游回收商不收黄金了，导致下游回收黄金的小店现金流枯竭，店门口挤满了着急黄金变现的人。你就说这一幕像不像前几年买房的人？你以为自己可以像巴菲特那样厉害，结果呢，一大把下跌的黄金，搞得自己整天心惊肉跳。我原来说过好多次，黄金不会收割你，但是暴涨的金价一定会收割你，因为这玩意儿跟当年的房子一模一样。那么更糟糕的是呢，直播电商的崛起彻底打乱了黄金零售的格局。线上渠道价格透明，款式更新快，购买方便，品牌直播间直接分流了线下的客源。过去到店试戴的体验优势，如今也被线上试戴、AR 展示等新技术削弱的已经差不多了。那么说到底呢，黄金市场的两类人，投资者与消费者，逻辑是完全不同的。投资者买金是为了保值增值，金价涨呢反而让他们更怕错过，越涨越买。但消费者买金是为了情感与装饰，金价一涨，购买成本随之上升，需求自然也会下降。所以呢，这一轮黄金暴涨并没有让整个产业链普遍受益，上游矿企赚的是盆满钵满，中游加工压力山大，下游零售店是苦不堪言。现实证明，哪怕是最金贵的东西，要有买得起的市场基础。价格涨太快，不仅不能带动消费，反而让整个行业陷入涨价、萎缩、关店的恶性循环。那么此外呢，新税制也让行业雪上加霜。从10月1号起，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将非投资类黄金企业的进税抵扣比例呢，从 13% 降至了 6%， 使零售商的成本每克增加了大约是60块钱。这个消息一传出呢，金价随即上涨。周大福门店报价从10月1号的每克1198元到11月4号的每克是1265元。深圳水贝市场也是由每克的931元涨至了每克991元。喜欢玩黄金的朋友天又塌了，早就跟大家说了，黄金会涨到无法想象，但是想不到的是11月1号开始，所有的黄金首饰包括投资金条全面加税，8%到15%不等，所以有黄金的朋友你就珍惜吧。如果你的手里还有实物黄金，一定要把它们紧紧的拿住了。黄金税收新规一出台，整个黄金行业都在大变天。如果今天你手里的实物出手了，你再想挨着大盘价买回来就很难了。我在赤峰做黄金这个行业，以前一直都是在挨着大盘价出给大家金条和板料。虽然我是做回收生意的，但是从22年开始，一直在鼓励大家攒钱存金，每个人最好都有一个自己的存金计划。一直到今天，黄金目前已经涨到900多每克了，很多人都在翻箱倒柜的把家里的金子找出来想出掉了，等着金价低了再抄底入场。但是网友表示呢，10月1号起实施的新规呢，再次改变了黄金市场的运作生态。根据新政策，所有实物黄金的交割都必须缴纳相应的增值税。那么这就意味着，过去依靠价差赚取利润的短期投机者将几乎失去操作空间。原本只需进出几块的套利呢，如今要承担额外的税负，投机热情势必是大幅降温。这项规定的直接后果呢，是黄金在民间的流通性迅速下降。过去呢，黄金买卖如同一汪活水，在市场中自由的流动。而现在呢，这股活水正在被赋税与监管逐渐冻结。未来老百姓手中能自由交易的黄金将会越来越少，那么整个行业的资金周转呢，也将是愈发的艰难。那么还有业内人士指出呢，新税收政策将进一步抑制零售端需求，甚至连此前火热的投资金条市场也可能会受到拖累。那么随着销售价格与回购价格差距的拉大，黄金的保值功能被削弱，关店潮恐将持续会蔓延。另外呢，像现在的形势对线上的渠道而言呢，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的。当金价突破了每克1000块钱以后呢，电商平台如果想维持价格的竞争力呢，只能是压缩毛利，加上税务成本的上升，未来中小电商将会更难生存，市场集中度预计将会进一步提高，最终呢，只剩下资金雄厚的大型平台会得以存活。
在利润被挤压、需求下滑、成本上升的多重夹击之下，关店已成为了加盟商的唯一的出路。可以预见呢，品牌金店收缩仍将持续，行业洗牌与整合的速度也会将加快。这场看似是金光闪闪的产业繁荣，正在金价高企与消费冷却的矛盾中逐渐暗淡。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，近期黄金行业还频频传出了龙头企业暴雷与跑路的消息。许多上游的料商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，牵扯了大量的零售终端。黄金又暴雷了，杭州又有料商跑路了，卷走2个多亿。深圳水贝从9月末开始连续暴雷，一直到现在没有休止。黄金回收行业进入非常时期，上游卷款跑路，中间商大笔资金无法回款，再加之近期21号的黄金大暴跌行情，我们这个行业的风险再次升级，再次加倍。利润低，资金量大，风险大，就这行怎么干呢？你还在追求高价回收的，你不被套路，谁被套路？有业内人士无奈地说，我们身边有的料商跑了30多家客户的货，有的跑了80多个，还有跑路上百个。黄金回收现在天都塌了。就在22号那天，我们黄金回收的一个上游它跑路了。什么是跑路呢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收过来的黄金寄给他，然后他卷款跑路了。以前听说过水贝那边有上游跑路的，现在这件事情就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，有好几个同行都被上游跑路。而且呢，他们很多人投的钱呢都是借来的，有的是向亲戚朋友借，有的是找父母借，甚至动用了爷爷奶奶的退休金。一旦上游跑路，这就意味着3代人的积蓄全部都打了水漂。另一位黄金回收商呢更是直言，现在金价是900多一克，以前这个价呢还能够收2克，如今呢只能收1克。前天晚上金价一夜跌了60元，我手里收的400多克的黄金呢全都被挂在树上，用10块、8块、5块、6块的威力。你们说我们赚得多，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每天都在担心上游跑路、金价暴跌，这行呢现在已经是高危行业了。被誉为黄金华强北的深圳水贝珠宝市场，多家料商集体跑路，其中月宝新一家就涉及260公斤黄金，涉案金额超2亿。那水贝可是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交易中心，年交易额超7000亿，黄金日均流转量5到10吨，这地方出事儿，整个黄金行业都得抖3抖啊。这些所谓的料商呢，其实玩的不是简单的携金跑路，而是一场高风险的金融赌局。很多人呢以为他们是趁着金价飞涨卷金子跑路，其实人家早就布了一盘做空黄金的局。打个比方说呢，当金价每克是780块时呢，料商对下游的商家说，兄弟，我先借给你100斤黄金。商家拿到金子后立刻卖出，等金价跌到了760块钱呢，再买回来还给料商。中间20块钱的差价呢，100斤黄金就能赚上百万。那么问题就是，他们赌的是金价会跌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。从2024年以来呢，国际金价从每盎司的2000美元一路飙到2700多美元，国内金价更是突破了800元，最高时呢会涨到830多块。原本想赚20块的料商呢，反而要倒贴50块。100斤黄金的亏损高达250万。这些人呢，往往是靠贷款来操作的，一旦连本都拿不回了，就只能是跑路。其实根本就不是金价暴涨携金逃，而是金融赌局输了就跑路。有博主指出呢，既然现在金价涨成了这个样子，买的黄金为什么还不赚钱？因为你买的根本就不是投资品，而是消费品。比如呢，像一个女士进金店，看中一个标价是5000块的金戒指，以为这5000块全是黄金的价值。其实呢，并不是这样的。这5000块里呢，黄金原料可能只值3000块，剩下2000块包括设计费、加工费、品牌溢价和店面成本。也就是说呢，买的那一刻就已经是亏了2000块。买的时候呢，笑脸相迎，想卖回去就难了。很多品牌店不回收，即便是回收呢，价格比市场价还要低个2-3成，还要扣掉检测费、损耗费与手续费。
那么还有网友举例说呢，他的金戒指10年前买的，现在金价涨了，上赚了。可大家算过通胀吗？10年前的1000块相当于现在的1400块、1500块，现在涨幅不过刚好跑平通胀。加上购买时的增值税、卖出时的手续费、佩戴的损耗，真正落到手的利润可能是微乎其微。那么现在买银行的金条能不能好一点呢？确实能稍微稳妥一些，但依然有不小的成本。比如像2025年的4大行的金条加工费每克是12到18块钱，纪念金呢更是高达80块钱一克。那么如果按800块金价买100克的金条呢，实际成本是81500元，回购时呢价差大约是4块钱一克，还得带齐原包装、发票和鉴定的证书，连一点划痕都不能有，否则呢就要折价15%到30%。跨行的呢也有可能会拒收。那么这样一来一回呢，损失依旧可能会高达2到3成。咱买投资金条能别再死磕银行了吗？回收真的能把你折腾的想哭。就说咱江苏吧，我特地问了建行，整个省内没有一家银行能够回收。想变现，最近你得去山东，还得让江苏和山东的银行提前沟通好。就算你这个发票没丢，包装也没拆，整个流程也把你给整崩溃了，还得银行更绝啊，直接不回收。真的是买的时候有多痛快，卖的时候就有多闹心。有网友表示呀，可别想着去什么二手平台卖金，那可真的是赚差价梦，交智商税。手续费呢20-30，甚至是40-50块钱一克，一下把你那点利润全部都给吃光了，妥妥的冤大头行为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